牛两鸟从河马头上扒下一块肉就吞进肚子，就连眼皮上的肉它也不放过，直接硬生扯了下来。原来这些附在河马背上凸起状的颗粒都是蜱虫，牛两鸟为了填饱肚子，经常会趴在河马身上将蜱虫消灭殆尽。即便尾巴或皮燕子等隐私部位，牛两鸟都会仔细检查一番。对此，河马没有进行驱赶，反而一脸享受。这便是动物之间神奇的共生关系。由于蜱虫携带着多种病原体，完全依靠宿主的血液生存，而蜱虫也正是牛两鸟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。牛两鸟不仅善于伤口护理，同时也身兼放哨的职务。只要有捕食者靠近，它就会第一时间通知逃跑。牛两鸟是食草动物核心的体表清洁工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服务到位。不论水牛鼻孔里的顽强污垢，或长颈鹿嘴巴旁臭的残留物质，牛两鸟都会一一的清理干净。牛两鸟身兼多职，不仅擅长帮食草动物梳理毛发，在采耳方面更是展现出极高的技艺。这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不得不说大自然实在是太神奇了。长颈鹿实在太仗义了，看到犀牛被雄狮欺负，立刻就冲上前将雄狮叼起砸落在地，成功为犀牛解围。而大象遭遇雄狮偷袭，长颈鹿也同样是路见不平，随后一脚把雄狮踹飞出去。殊不知长颈鹿此举很快就招来杀身之祸，雄狮接连被破坏好事怒不可遏，当即召集族群成员，势必给予长颈鹿一顿深刻的教训。狮群从四面八方奔袭而来，准备采取群体强攻，而长颈鹿已然知晓来者不善，疯狂加速与一群狮子拉开危险距离。狮群则穷追猛赶，不依不饶，甚至在长颈鹿正前方提前进行埋伏。随着长颈鹿就位，狮子连忙跳起来，试图对最脆弱的脖子下手，岂料被长颈鹿瞬间撞飞，踩于脚下，直接踢成脑震荡。不过狮子是种非常记仇的动物，很快他们就盯上了小长颈鹿。好在先前帮助过的犀牛及时出手，才躲过了一劫。而长颈鹿就糟糕了，被两头雄狮围殴。幸亏关键时刻大象瞬间冲出，将雄狮撞飞10米开外。食草动物一家亲，长颈鹿最终因自己的善举躲过了这场灾难。一只刚出生的小角马被胡狼视为狩猎目标，胡狼小心翼翼逼近，便是要发动意想不到的攻击。好在小角马提前察觉，并害怕地朝妈妈身边靠拢。随着母角马回头发出警告，纵使胡狼心有不甘，此次狩猎也只能暂且作罢。虽然小角马躲过了胡狼的攻击，但猎狗这种机会主义者却是防不胜防，只要发现食草动物的幼崽猎狗定然不会错过。小角马十分害怕，在逃跑的路上几乎是拼尽了全力，可猎狗50公里的时速非常稳定，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短短时间内猎狗就追了上来，并顺势攻击大腿，将小角马撂倒。就当猎狗准备打包回家之时，附近母角马突然发动野蛮冲撞，冲杀过来，而猎狗则灵活闪躲，巧妙避开。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走，猎狗心有不甘，随后再度展开冲锋，穷追不舍。所幸小角马并未跑远，紧张的气氛让小角马慌不择路，当场摔了一跤。猎狗见状，果断扑上去拿捏，没曾想母角马调转枪头，对准猎狗的嘴巴就是一记暴击。倒霉蛋猎狗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看来这下够他难受几天了。我操！电鳗的威力究竟有多可怕？老虎前去河边喝水，被电鳗电了一下，瞬间躺地上嗷嗷大叫。贪吃的猎狗看见电鳗，以为是什么美食，结果被电一下直接倒地不起。电鳗的威力恐怖如斯，能够瞬间释放几百伏的电压。不信邪的美洲豹还想拿捏电鳗，不料一口下去，电鳗立即释放高压电，这把美洲豹吓得一激灵退出3米开外。幸亏跑得快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美利坚一只鱼才进缸里，结果仅不到2秒，这条鱼便瞬间被电得一动不动。倒霉的鳄鱼以为逮住电鳗就可以饱餐一顿，结果下口的刹那，浑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。短短几秒时间，鳄鱼就被电晕过去，失去了知觉。更倒霉的则是这只癞蛤蟆，下水1秒不到，4条腿瞬间就直了。癞蛤蟆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自己这辈子竟然会以此等特殊的姿势在水中活动，全程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只感觉浑身麻痹，无比僵硬。即便电鳗停止10多秒不放电，癞蛤蟆也难以缓过神。真没想到电鳗的威力竟如此可怕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一名还没断奶的小女孩竟敢主动靠近身高1米多的马匹，这对于成年人而言可能都存在风险。然而小女孩不仅没有丝毫惧怕，而且捡起地上的缰绳就牵引着马匹朝马厩的方向走去。神奇的是，期间马匹没有任何抗拒，甚至默契配合，一路尾随在小女孩身后。都说马匹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，果不其然，看到逐渐长大的小女孩前来探望，马匹也不容迟疑朝着小女孩的方向走来。靠近的一瞬之间，马匹不由低下了头，而小女孩则不停抚摸着马匹的脸颊，他们相互尊重，以肢体动作表达着对彼此之间的情感。
小女孩非常喜欢马匹，几乎有时间都会跑来看马匹一趟。看见马匹没水喝，小女孩赶紧就去找桶要接水给她喝。长久以来的相伴，他们的感情已经甚是亲人。有时小女孩也会主动递上一些嫩草喂给马匹，看着马匹吃得津津有味，小女孩也开心地发出笑声。马匹是非常有灵性的物种，不仅性情温顺，对待人类更是非常友好与真诚。它们除了不会说话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懂。这头流浪雄狮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，虽然此时此刻流浪雄狮饥渴难耐，想上河边喝水，但身处危险重重的环境却让它不得不谨慎提防。而对周围环境简单观察过后，没有发现异常的流浪雄狮还是选择靠近了水域。殊不知暗处的危险并未排除，不过口干舌燥的流浪雄狮也已顾不上许多，蹲下小心翼翼饮水的间隙也保持着较高警惕。一来是为了防止埋伏水中的鳄鱼发动突然袭击，以免被造成重伤，生活不能自理；二来则是这里的地主雄狮已经发现定然不会手下留情，驱逐或杀死对方已经都是常态，因此也只有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。不过一时疏忽的流浪雄狮还是遗漏了另一危险。就当流浪雄狮瞪直双眼的一刻，显然他已察觉自己被二角兽盯上。当然二角兽只要给的筹码足够多，即便草原之王也同样会被一粒花生米直接抬走。好在二角兽没有恶意，而流浪雄狮也吓得立即拔腿就跑。透过流浪雄狮的举动可想而知，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，若没有超强的警惕性，也定然不会完好的存活至今。美洲豹刚出门就发现了树上挂着一只树懒，于是迫不及待就要冲上树进行抓捕。树懒被吓得大惊失色，连忙爬往制高点，而美洲豹则凌空一跃，直接来到他的面前，以为这下树懒即将就要命丧豹口了。岂料关键时刻，树懒竟拼命摇晃树枝，准备把美洲豹摇下去。美洲豹慌的一批，被吓得赶紧退往树下。谁知树懒摇晃过猛，导致树枝折断掉进水里。好在美洲豹已经逐渐走远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毕竟美洲豹作为南美洲最强王者般的存在，环境因素造就了它一身超乎寻常的水下本领，而依仗着这项技能，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目标。这也导致岸上晒太阳的鳄鱼都尚未洞察周围的危险，瞬间就被水里突然冲出的美洲豹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别看这条鳄鱼体重200来斤，加之惯用死亡翻滚，简直实力不容小觑。但美洲豹仅是略微出手，就能让它老老实实。美洲豹不单咬合力极为出众，近身肉搏所展现出的强劲爆发力更是每次制胜的关键所在，仿佛每一口下去都能让鳄鱼皮开肉绽。鳄鱼并非无路可逃，还有死路一条。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为聪明的角马。面临野狗群的围追堵截，角马没有选择一味的逃跑，而是主动靠近车辆，寻求护林员的帮助。他将局部对到轮胎外侧，防止野狗掏缸。然而这些野狗根本不把护林员放在眼里，上来直接就咬住角马的面门，使劲拉拽，打算把角马拉出来，从后方进行掏缸。角马十分清楚野狗的套路，持续后退贴近车辆，便是不给对方有机可乘。几只野狗则三面包抄，意图采取强攻。角马见苗头不对，赶紧向不远处的同伴跑去，似乎想将野狗群的火力转移至同伴身上。可惜这些野狗并不容易糊弄，依旧穷追不舍，死咬着角马不放。好在角马非常聪明机智，局部隐隐作痛之际，连忙调整身位，随后将头上的犄角对着野狗狠狠撞击上去。眼看又来了几名同伴，角马立刻以迅雷之势冲了过去。话说最好的脱身办法就是把敌人的火力转移到同伴身上。角马的计策效果极佳，自己虽化险为夷了，但同伴却遭殃了。要说这招可实在是太损了。当花豹发现一只小牛犊落单后，便立即进入狩猎状态，快速扑向小牛犊。这对于小牛犊而言无疑是致命的，仅是短短时间，小牛犊就被花豹斩获，叼着打包带走。尝到甜头后，花豹简直一发不可收拾，当着一群水牛的面就敢冲上去，咬住小牛犊的脖子，一路狂奔。显然牛群并不会让他轻易得逞，一窝蜂围上去，用牛角狠狠撞击花豹。为防止受到不必要的损伤，花豹果断丢下小牛犊，跳往树上暂避锋芒。虽此次狩猎宣告了失败，但花豹似乎不打算轻易罢手。为了填饱肚子，花豹又锁定了一只小牛犊，不容半刻犹豫，当着母牛的面就直接采取行动。母牛见大事不妙，连忙抬起牛角进行阻止。而花豹即便拖着小牛犊奔跑速度仍保持遥遥领先，想必花豹若非饿急眼了，也定然不会如此疯狂。不过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，拖着小牛犊一路奔跑，体力也很快就消耗殆尽，结果被牛群追上，堵住了去路。幸亏花豹懂得爬上树躲避，否则被牛群逮住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疣猪实在太调皮了，看见花豹喝水够不着，居然直接把花豹顶进水里。花豹以为此事就此了结，
不料在捕猎羚羊时，疣猪又跑来捣乱，救下了羚羊。这把花豹一下子就给惹毛了。没多久，花豹就蹲在疣猪老巢上方守株待兔。虽然疣猪躲在洞里打死都不出来，不过花豹守了一天，还是逮到了机会。他趴在疣猪背上，想要将其拿下饱餐一顿。奈何疣猪一身蛮力，硬是背着花豹走向附近水潭，给2条鳄鱼送了一份免费外卖。疣猪的调皮手区一指，趁雄狮喝水之际，从后方一口偷袭了荔枝，这让雄狮被卡在那里，不上不下，哭笑不得。雄狮气炸了，脱身之后当即就上疣猪老巢抄家。不料刚回家的疣猪立即施展野蛮冲撞，猛逼的雄狮一连猛逼，几次登门都以失败收场，被疣猪狠狠上了一课。随后疣猪更是越发胆大，冲进狮群，将树上的蜜蜂窝打烂。被吵醒的狮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被蜜蜂围攻蛰得嗷嗷直叫。不得不说，疣猪真不愧为草原第一装杯王，实在是太调皮了。流浪雄狮把母狮按地上狠狠摩擦，母狮誓死不从，用利爪疯狂挥舞雄狮面门。怪事未遂的流浪雄狮怒不可遏，一口咬住母狮脖子，狠狠甩头，想要将其置于死地。雄狮锁喉深入骨髓，600公斤的咬合力，连生命力顽强的猎狗都难以招架，何况一头小母狮，仅是短短时间就去了另一个世界。而母狮的幼崽也遭到祸害，被当场送走。得知妻儿遇害的消息，狮王简直气到吐血，火速发出怒吼，召集兄弟。附近狮王兄弟收到信号，立即往声音来源处赶。得知流浪雄狮的具体方位，狮王连忙展开追杀。流浪雄狮干了坏事，还想一走了之，怎料却被狮王2兄弟堵住了去路。流浪雄狮寡不敌众，很快便被按地上前后夹击一顿摩擦。为了活命，流浪雄狮疯狂挥舞利爪，欲图杀出一条血路，而狮王却不给他有逃跑的机会，死死咬住尾椎，猛烈输出。仅是短短时间，流浪雄狮就丧失了行动能力。流浪雄狮插翅难逃，还有死路一条，最终被当场斩获，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这是动物界中最感人的一幕。一只小羚羊不幸与父母走散，迷失方向的它不知自己该去哪里，而长颈鹿的出现对它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。毕竟弱肉强食的草原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怜悯，何况小羚羊在长颈鹿面前仿佛如同蝼蚁，一旦长颈鹿心生歹念，一脚便可了结小羚羊的性命。然而出奇的是，长颈鹿并没有这么做，反而是一前一后保持着安全距离，为小羚羊一路保驾护航，以防被猎狗、狮子、花豹等猎食者袭击。简直难以想象2只长颈鹿的心地竟会是如此善良，生怕小羚羊受到任何一丁点的伤害。2只长颈鹿不时左顾右看，一路找寻羚羊妈妈的身影。好在羚羊妈妈并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，就在不远处，双方都看到了彼此。羚羊妈妈迫不及待，立马跑了过来。在长颈鹿的帮助下，两母子终于破镜重圆。在充满杀戮的环境下，仍旧能够保持一颗真诚善心，属实难得。在这里必须给长颈鹿的善举竖个大拇指。一群野马正在亡命狂奔，只因身后一只饿急眼的棕熊在奋力追杀。好在马匹的奔跑速度非常之快，这让棕熊即便腿都跑冒烟了，都无法追上。为了填饱肚子，棕熊也是没了办法，看到一只未成年的小野牛冲上去，就要将其抓住饱餐一顿。然而小野牛性情鲁莽，抬起牛角就朝棕熊持续逼近，似乎想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。殊不知示弱恰巧是棕熊的诱敌之策。或许碍于二角兽从中作梗，棕熊竟一路吸引小野牛前来，直至小野牛踏入攻击范围，棕熊掠食者的本性瞬间暴露，当即趴在小野牛身后疯狂啃咬背部。小野牛意识到不是对手，连忙拔腿逃跑，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棕熊不依不饶，就跟狗皮膏药一样贴着小野牛。尽管小野牛皮糙肉厚，可被追着折腾几十分钟，小野牛即便铁打的也招架不住。果然随着体力逐渐消耗殆尽，没多久小野牛就被棕熊成功撂倒。棕熊聪明机智，硬是把未成年小野牛骗得团团转。看来这下棕熊可以美美的饱餐一顿了。10几只猎狗趁狮王不在家，一窝蜂杀过来偷袭母狮。常年饱受狮群欺压的猎狗怒不可遏，一旦偷袭成功，便会毫不客气给予对方教训，或直接将其嘎掉当成猎物。而有些侥幸躲过一劫，也可能落得半身不遂的下场。这也导致猎狗群时常遭到狮群打压报复。雄狮联盟全体出动，便是要铲除猎狗这颗眼中钉。倒霉蛋猎狗还没察觉危险的来临，就被雄狮扑倒，直接锁喉。对于这种天天吃腐肉、满身臭味的猎狗，雄狮根本提不起任何食欲，基本都是当场将其斩杀，就快速扬长而去。虽说猎狗通常占着数量优势，横行无忌，
但雄狮每天巡视领地，也不单是为了防止入侵者的到来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将猎狗这个最大的竞争者斩草除根。但凡被雄狮逮住的猎狗，都会被做上一次嘎脊椎治疗，更别说年纪尚浅的猎小宝了。只要腿脚跑得不够麻利，结局就是当场被送去见他太奶。雄狮的存在完全就是猎狗的噩梦。猎狗太倒霉了，趴地上休息，竟被剧毒无比的黑曼巴一口咬中了大腿。这把猎狗吓得顿时一经夺路而逃，殊不知猎狗也即将为此付出惨痛代价。正当跑出去几十米开外，猎狗突然就感觉一阵头晕目眩。然而猎狗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为了缓解毒素蔓延，它选择前往水塘泡澡饮水。可当他爬到地面时，却明显头昏脑胀，仿佛就跟喝了假酒一样，屁股都坐不稳。随后一个踉跄起身，迈着艰难的步伐，准备回归族群找同伴帮忙。可惜没走多远，猎狗就趴地上走不动了，嘴里嗷嗷大叫，看似非常痛苦。黑曼巴毒素恐怖如斯，别说猎狗扛不住，即便雄狮被咬一口，也是一头栽倒，浑身不由抽搐。果不其然，随着毒素席卷全身，猎狗嘴里瞬间就冒出大量唾液。猎狗浑身直抽抽，也不知道是否命太硬，直到晚上仍在疯狂挣扎。可惜没有二脚兽的血清，只能是等着凉凉。第二天被他们的同伴发现，直接分了。那么吃了中毒的同伴，猎狗群会团灭吗？猎狗实在是饿疯了，居然打算把小狮子抓来饱餐一顿。母狮拼命守护与猎狗周旋，而小狮子也趁机钻入树洞里躲避危险。眼看几只猎狗准备对母狮采取强攻，好在关键时刻雄狮赶了回来。对于试图残害自己妻儿的家伙，雄狮绝不放过，逮住就是火力全开，疯狂输出。其中一只猎狗还想拍拍屁股溜之大吉，岂料还没跑出去多远就被抓住了。两头雄狮前后夹击，倒霉蛋猎狗被折腾得嗷嗷直叫。为了给猎狗一次深刻的教训，狮群成员已经全体出动，准备将附近的猎狗全部摆平。猎狗的人生就像打电话，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，但凡被发现的猎狗没有一只能够全身而退，抓住就是按在地上治疗咽喉肿痛。母狮这边也发现了一只猎狗，悄悄靠近猎狗，根本无从察觉，等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，直接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更为倒霉的则是以下这只猎狗，全过程前前后后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，雄狮也不吃它，直接就是丢路边让其他动物去处理。